释迦牟尼得知妻子怀孕，欣喜万分，他迫不及待要将这个好消息告知自己的父王母后。他跑去找到祥光，问他父王母后的下落。此时的祥光正密谋着要让悉达多成为弃绝者，于是故意透露出波提王后和国王真正的去处。王后和国王此时在余主大师的带领下，正在为摩耶王后准备哀悼祭奠。波提王后对姐姐深感愧疚，因为此时的悉达多还不知道他的生母是谁，每年的祭奠他都无法前来。国王劝说王后，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悉达多成为尊王所做的牺牲。正在此时，悉达多和耶输陀罗已经赶到了这里，这让两人紧张不已，他们不知要如何面对悉达多。悉达多疑惑地问父王，为何要下令不让别人知道您在这里？为了不让悉达多疑心，国王就联合余主大师骗他说，这是为王室祈求平安的仪式，他们不希望被人打扰。悉达多和耶输陀罗留下，准备一起举行仪式。很快，悉达多就在大师的悼文里听出了异常之处，这分明就是追悼士。他们究竟在追悼何人呢？面对悉达多的不断追问，波提王后终于含泪说出了真相，告诉他自己并非他的生母。悉达多听后万般震惊，他不敢相信这一切，一时间无法接受，最终选择了逃避。他不愿再见国王和王后。波提王后非常的伤心，她流着眼泪和耶输陀罗诉说着自己的愧疚。恰好悉达多出现，他仔细想过了，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情，感谢王后对自己的养育和付出，并对难陀失去的母爱感到愧疚。母子二人终于重归于好。很快又到了为婆罗门布施的时候，国王叫悉达多前来，想把此事交由他来打理。人们在经历大喜，例如婚礼、生辰等等的时候，都会布施财物给婆罗门。他们认为这样做，快乐便不会受到邪物的侵扰。可悉达多却质疑这一传统。法信尊者傲慢地说，这是因为只有婆罗门才可以赐福给众人。悉达多看了看他因早上出门时意外受伤的脚，他这样说道，既然婆罗门可以扫除一切障碍，又怎会令自己的脚受伤呢？法信尊者辩解道，这是由业决定的，人人都要承担自己的业。业就是行为及其一切产生的影响，是印度哲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。人们每做出一个决定，都会影响此后的命运。业一旦做下，便会永远伴随作业者，直到被消除。悉达多说，你既然说业是决定因素，无人能干涉他人的业，那这么说，您的赐福也是子虚乌有的。法信尊者的自相矛盾被悉达多指出，这让他恼羞成怒。见对方生气，悉达多毕恭毕敬地向尊者致歉，并命令车匿将粮食和财物带走，他要将这些东西布施给更需要他的人。悉达多带着这些东西亲自来到民间为穷人布施，他很能体会穷人们的痛苦，百姓们十分感激仁慈的王储殿下。可突然间，一个男人冲到悉达多的面前，用怨愤的声音斥责悉达多的行径。他痛苦地说道，你如何能体会我们的痛苦？你体会过在饥饿中入睡吗？体会过在夜里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却连张像样的毯子都没有过吗？您在家中可曾被漏雨浇过？既然这些都没有，您怎么能体会我们的痛苦呢？原来王室的长官在收税时，不仅拿走了钱，还将他们一切的生活用品都给一扫而光。而眼前这个男人不止被拿走了钱，还被拿走了毯子。他的母亲在今早就因为太冷而被冻死。悉达多得知后，愤怒地找到那个长官，要让长官的行为得到相应的惩罚。这时，长官的妻子扶着残疾的女儿走了出来，恳求悉达多能放过自己的丈夫，并说上天已经为此惩罚过丈夫了。悉达多面对此情此景无法言语，长官因此避免了责罚，但必须要将那些粮食归还给百姓。百姓们都高呼悉达多王储万岁。在返回的途中，悉达多看见路边有一位苦修者，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智者。他走下马车，主动与对方交流。苦修者的洒脱与无上智慧让悉达多的心间如同拂过一缕清风。悉达多望着苦修者离去的背影，久久未能回神。他见过富人、穷人，却从未看见过他这样的人。他即使一无所有，可却如此的快乐，这究竟是怎样的人呢？这日，祥光忽然召集众人，只为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：他的兄长秦力王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提婆达多。众人听后都非常高兴，纷纷祝贺祥光这一喜事。唯独提婆达多高兴不起来，他沉着脸打翻了祥光的点心，愤怒地转身离开。事后，祥光生气地质问儿子为何要当众给他难堪。提婆达多被逼无奈，说自己还爱着耶输陀罗，除了耶输陀罗，他不愿再娶任何女人为妻。夫妻俩听后简
直不敢置信。他们没想到提婆达多居然这么没出息，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自己的弟媳？更何况他如今还怀了悉达多的孩子。可提婆达多却毫不在意，还表示总有一天会得到他，气得祥光打了他一巴掌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耶输陀罗的肚子也越来越大。悉达多日日陪在身边，悉心照顾。很快，释家族再一次召开会议，秦厉王也赶来参加，并与国王商议自己女儿和提婆达多的婚事。会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波斯匿王拖欠的战后赔款。国王派出的使者汇报说，波斯匿王拒绝了赔款，这分明就是在挑衅。国王让众人不要急，他会修书一封递交给波斯匿王的父亲。可使者却告诉国王，波斯匿王的父亲在不久前刚刚过世，这意味着再无人能管束波斯匿王了。此话一出，满殿哗然。诸王纷纷站起身，指责国王和悉达多放出释放敌人的决策，而秦厉王还愤怒地指出，悉达多曾插手自己领土的政务，阻止侍卫征收税款。悉达多站起身，斥责秦厉王，说他分明是在虐待自己的子民。秦厉王辩解道，对子民收税是国王的权利，怎么就成了虐待？悉达多反驳道，那战后的额外赋税就不是权利，而是虐待。秦厉王恼羞成怒，他表示释放仇敌导致拿不到赔款的悉达多才是罪魁祸首。二人在朝堂上针锋相对，国王出言制止，但秦厉王仍不知收敛，还对着悉达多放出不允许他再跨入自己领土的狠话。见他如此说自己的儿子，净饭王坐不住了，让他立马滚出去，否则别怪他不客气。秦厉王愤怒离去，这代表着提婆达多的婚事也泡汤了。悉达多眼下需要立即解决问题，他在地图上指出应该搭建桥梁横跨罗西尼河，这样一来便可与北方通商。单绝王问道，这样有何优势？悉达多说，打破居萨罗道路的垄断，还可与摩羯陀共用此路，一旦打通，可缩短时长，为商队节约时间，而摩羯陀要想使用，就必须对他们缴纳费用，这样释家族就能获得收入，而波斯匿王也不敢轻易来犯了。众人纷纷赞叹悉达多的办法，可此时有人提出，应当由何人出使摩羯陀呢？悉达多毛遂自荐，当初婚礼上悉达多的表现曾让摩羯陀王刮目相看，悉达多确实是出使的不二人选。祥光得知儿子的婚事被搅黄，他气愤地跑去要找国王讨个说法，指责净饭王存心要毁掉提婆达多的婚事。王后和国王耐心地解释，可最终却闹得不欢而散。耶输陀罗临盆在即，国王和王后特意请语主大师来预测孩子的诞生日，好提前准备庆生宴。可语主大师却脸色大变，顿时外面电闪雷鸣，似乎在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。在众人的多番询问后，他才勉强给出了满月之日。正当众人欣喜地聊起宴会的准备事宜时，王后起身去给语主大师送谢礼，而他恰好听见了语主大师和王帝的谈话。大师刚刚吞吞吐吐的，乃是因星象并非吉兆，耶输陀罗腹中孩子的诞生日便是王储悉达多离世之时。听见这话，波提王后直接被吓愣，她立马跑回王宫，告诉大家必须将庆生宴取消。她为了保全悉达多，故意欺骗大家，说大师算的星象不详，耶输陀罗母子将会遭劫难，若想避免厄运，必须由耶输陀罗每日穿戴素衣，赤着双足，独自前往河边喂养鱼儿，这样便可改变厄运。耶输陀罗每天都坚持前往，很快便体力不支，日渐消瘦，这让甘露王后十分担忧自己的女儿，让她寝食难安。祥光趁机挑拨离间，甘露王后因此对波提王后心生怨念，指责波提王后，看来你只是耶输陀罗的婆婆，而并非母亲。恰好此时耶输陀罗已经返回王宫并梳洗完毕，他认为母亲不该说这样的话，并化解了这尴尬的气氛。祥光离开后就遇到了正在走神的悉达多，最近发生的事情太乱，让他的疑问也越来越多。祥光故意地说道，他认识一位高人，或许可以解开你心中的疑惑。悉达多听后欣喜若狂，第二天便和祥光一同出城。他们来到了一个贫民窟，必须摘下身上的首饰，换上粗布衣裳，才能够面见那位智者。智者身为婆罗门，却住在首陀罗之处，并接受首陀罗人所布施的食物，这让悉达多非常困惑。
然而智者却笑着说：“弃绝者超越种族和信仰，我已非婆罗门。那些给予他食物的人，为何不能是身份低微者呢？施予我食物之人就是我的上主，一切慈悲者都是伟大的。”智者的回答正是悉达多心中所想。他紧接着提出另一个问题：为何他们在进门前需要摘下身上的首饰？智者回答说：“因为智慧只生于朴素，华服和珠宝不过是傲慢的象征。”悉达多领悟得很快，智者发现他是天生的弃绝者，并想将其引荐给自己的导师。车尼担心悉达多会陷得太深，于是便出声劝阻。智者并未阻拦，而是让悉达多先去完成自己的责任，事后再去见他的导师。悉达多问他的导师的尊名，智者回答拔迦婆仙人。随后悉达多回到王宫，却刚好看见了疲惫的耶输陀罗，险些晕厥过去。他气愤地要去找波提王后讨个说法，可耶输陀罗不愿违抗波提王后之命，执意要前往湖边，可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。